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中文，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开口好好说话。或者在跟中国人聊天交谈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自己说话不够自然，然后呢又觉得非常的紧张。那如果正好这个中国人会说英语，你们就开始愉快的用英语聊天了。回到家以后呢，又懊悔自己没有好好把握练习中文的机会。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可能中文水平还不够，所以不能好好的用中文聊天？那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或者说想跟大家探讨一下，除了你的中文水平，还有什么阻碍了你开口说中文？大家好，很高兴你们能点开这个视频。我的频道呢，是帮助那些已经有一定中文基础的朋友学习中文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哦，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我让更多的人看见我的视频，非常感谢大家。另外，在我的 Patreon 上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更多的中文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你可以在我这个视频的 description 当中找到Patreon 的链接。你总是觉得自己无法流利的开口说中文，但其实呢，你学习中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也积累了不少的词汇量。但是为什么总是不敢开口说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性格。在这里呢，我想拿我和我的表姐来举一个例子。我的表姐那个时候被公司派到墨西哥工作的时候呢，一句西语都不会说的。但是现在她的西班牙语可比我的法语好太多了。我可以找很多理由，比如说，他在墨西哥待的时间要比我在加拿大待的时间长很多。她嫁给了一个墨西哥人，或者我也可以说，墨西哥人的英语不好，所以呢，他不得不说西班牙语，有更多的机会练习西班牙语。但是有一个因素我不得不提呢，就是他是外向型的，而我是内向型的。我的一个德国朋友呢，这样评价我和我的表姐：如果我和她一起出去，那别人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她，而我呢是需要接触一段时间后才会被注意到。那相比之下呢，我表姐确实更喜欢说话，更愿意和别人交流，更愿意表达自己。那这样的话呢，也确实给她创造了更多的练习西班牙语的机会。我和我表姐一起做过一个 podcast， 在那个 podcast 中呢，她聊到了一些她在墨西哥生活的经历。我把这个 podcast 的链接呢放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一下。作为一个内向型的人呢，当我想要练习法语的时候，我就必须得逼自己一下。那比如说当时我要参加法语 B2 的考试，那我就不得不在 Language Exchange 的网站上面找人说法语。那其实呢，在蒙特利尔有很多人会说法语的，我可以跟很多人练习，比如说商店的服务员，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其实都是会说法语的。但是呢，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不跟他们说法语，我选择说英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不想麻烦别人。那如果你在 Language Exchange 上面找到一个人，我就觉得这不是麻烦，因为我们
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目的就是为了练习语言的。我教你中文，你教我法语，那我们的关系呢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我在上班的时候跟我的同事说法语呢，我就觉得好像是占用了他们的时间似的。在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到阻碍我们开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完美主义。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当你们开始要说中文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面的关注点呢，就不再是自己想要说什么，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而是这句中文应该怎么说。从选择要用的词汇到检查自己的语法，然后呢还要再想一想，这么表达是不是自然？这样一个过程一来呢，你就会发现，组织一个句子实在是太累了，而且呢也太慢了。正因为自己说的慢呢，所以我就不愿意在工作的时候跟我的同事说法语，因为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当然也会担心自己说话结结巴巴，然后说出来的句子呢又不地道，被别人笑话。其实呢，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心理障碍。现在呢，为了克服这种障碍，我干脆就直接跟别人说，我的法语说的一般，但是呢，我想练习。我觉得这句话还挺神奇的，因为它降低了别人对我法语水平的期待，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待。因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啊，我正在学习法语，所以呢，我不用担心自己说的不好，说的不好是很正常的，而且呢，我不用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不过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我们有看法的，也许呢真正对我们有看法的是我们自己。那别人也很少会因为你的第二语言或者你的第三语言说的不好而笑话你的。我觉得真正笑话你的可能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不自信的小人。如果你们真的无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那你们可以尝试使用我在5个快速提高中文词汇量的这个视频当中提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和自己说话，自己和自己对话。你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个场景，比如说你想象跟一个中国朋友讨论你们国家的美食，那你可以想一想你的中国朋友会问你哪些问题呢？而你又应该如何介绍呢？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增加一点自信。那在真实的生活对话当中呢，你可以表现得更加自然一点。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吗？欢迎在留言当中告诉我，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或者你们也可以跟我聊一聊，除了你自己的中文水平，还有什么阻碍了你开口说中文呢？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明明，显然如此，确实，清楚。你明明知道今天下雨，怎么不带伞？这件事明明是他做的不对，他还指责别人。懊悔，因自己的言行失误而懊恼后悔。事情已经发生了，懊悔也来不及了。对于之前犯下的错误，我感到十分懊悔。阻碍，拦挡，使不能顺利前进或发展。他去加拿大求学的路上遇到了不少阻碍。他学习工作一直都很顺利，没有什么阻碍。他的不自信阻碍了他成功的脚步。接触，碰到，
和人接近并交往。通过几次和他的接触，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你接触过患这种病的人吗？伤口不要接触水。逼，强迫，威胁。有时候不逼一逼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妈妈生病了，逼得她只能辞职在家照顾妈妈。笑话，做名词，使人发笑的话或者故事。做动词，讥讽、嘲笑。他说的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我小时候做过不少傻事，闹了不少笑话。有问题就问，别怕别人笑话。看法，主要指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想法、意见。做你自己，别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你可以在 description 当中找到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